好，我们来看继续。好，这手牌大盲75输体非常漂亮啊，大盲轻松补1 BB 抵抗啊，这是绝对没什么问题啊。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可以看3张。OK， 扣。OK， flop 开顶 2， 这个 flop check 我觉得没什么问题，因为这波面期很多 racer 会持续下注。好，那这个 turn 的 J， 如果对方用跟 river 很多情况就有机会闪得掉。这是微微第一次挑战高尔豪克赛，这是场 APT 仁川，这场买入3350美金，相当于450万韩元，吸引了200多人的报名买入。2天的赛事31人前圈，他顺利的进入了决赛直播桌。前几集的回顾包含分享决赛桌的普遍玩家漏洞，以及完整的 Final Table 的记录。还没看过的朋友们，记得回头看这边。这是一集最终回，剩下最后4名玩家，继续看下去。第4名最少能带走相当于163万的台币，相当4亿多的韩元。究竟他会犯下更多的错误，还是有无可挑剔的表现？我们继续看下去。嗨，我们来到首尔了，每次来到 Paradise City 啊，就会看到这个像隧道的地方，很多不同的这种艺术的文艺气息的装饰。剩4人之后第一把。这集一开始要先带大家回顾，来看看 Pack 1.5 BB 是如何一路跑回来的故事，自然少不了左闪右闪超会跑的第一把。接着我们要开始进入今天的重头戏喽。好，继续看这手牌 Pack 有8 BB 在 bottom 抓 Queens， 那基本上这就是一个 limp 或 all in。这个 open 不好，因为太奇怪了。open 你8 BB 有什么牌可以这样 open？ 所以基本上这2个选择直接 all in。或是 limp 这边可以让大盲小盲犯一些错误。哇哦，这手牌标准的经典对决啊，闭眼睛都要打光。好，这手牌就变成 Pad 跟微微的跑马，最后 Pad 又赢了。哇 ，Pad 真的是神扯。然后微微掉到目条最短12 BB， 就变成身份大逆转了。好，这手牌拿到一个15欧，然后小盲的玩家 limp 这边没西场，你看3张。好，3张中了个 second pair， 这个牌应该非常有处理啊，至少扣到2条街应该都蛮有机会，看turn掉什么。那第一发一定是非常轻松，甚至要 all in， 有时候也不是不行，但我觉得扣比较好 in position。如果是没有位置的话呢，有时候可以 cherry all in 也是可以接受，因为这有些做嘛。如果你筹码非常短，不到10 BB 的话。那这边很标准，跟注完 turn 掉8，倾向其实 check 比较好一点，对，但是很大概我目前观察配他在这个情况，如果走这个 line 大概率都没有牌的话，那这些死其实就要2极化去打了，就是不要让对方看免费 equity 到 river， 所以下注也是一个可以选择的策略，所以过牌下注这边这个牌真的非常的变化，然后我觉得这边5下的2 BB 有点太小，我比较喜欢下注再大一点，因为对方就很明显，如果是些不错的 equity 的，例如说 Broadway、Gasha 这些手牌，但对你而言是一个3 over card， 可能 King、Queen、Jack 都不能掉。那这种情况其实 turn 你要打，我觉得要大一些，对，那不然你 check turn river 看状况也 OK， 不然你如果被别人买到一些很好 equity 的牌，我觉得很可惜。好，那这边马上又变化了，我也马上来第17 BB 就在第2名，然后2个很短，然后一个超巨。然后这手牌我觉得超级连锁效应、连锁反应，一切的状况是我打的话会不太一样，然后造成这个局面完全的连锁效应。我们来看一下，好，这手牌呢，泰国年轻仔选择 open， 但是这个马量分布哦，我先讲一下哦 ，Pack 只有11 BB， 啊，微微呢是17 BB， 菲律宾好像10 BB 上下，意思是什么？年轻的泰国仔他这边有60个大盲，将近59个 BB， 还没 open 前的话应该是61个大盲。后面玩家最多有效筹码是17 BB， 然后另外2个10 BB， 所以是我自己会打这个手牌的话呢，第一个，你 A8 绝对不想要被后面任何一个玩家 all in 短码去扣他10 BB， 因为短码 all in 的范围可以 all in 你很多，10 BB 可以 all in 2高张。简单而言，你看到后面玩家 all in 你很难看到比2张8小啦。最差也是90输体加，所以你 A8 跑任何的8 2张以上的牌都是大概只有60%左右的胜率。重点是你还可能会看到一些 A9 A10，
但是呢，如果你先 all in， 好，那微微这时候拿 A9S 就很难去扣，原因是什么？因为有2个短码，剩10BB 左右，所以这手牌其实是我自己就会直接 all in。那后面3个10几 BB 就看你要来就来，不来就不来。那这样子才是很标准，在4人桌 ICM 给对方最大的压力，而且不会给对方很多的机会可以反推你，然后你还要去扣单挑的话，就会非常的痛苦。所以像这把牌，他选择 open， 你看就被一个 A7O 去 all in。假如我也不是10，那是不是这个 A8 很尴尬？你有时候不知道要不要扣，因为你不确定对方的牌会不会就是比你弱。当然这是结果论，他牌比你是大他1个，但很多情况 Pack 的牌都会比 A7O 来的更好，这是他可能最差的一个手牌吧。刚好好巧不巧，我会拿到10，所以这个情况呢，当然我会17比较轻松的在 reshuffle。那我们来看看这个结果。好，所以 Pack 只剩下2哦。你光看我讲我的手牌，跟他跑了3把，没有1把都赢，领先很多也没赢 ，Flipper 也没赢，这把再领先超多还是赢不了，这真的是这个气，我觉得在这个反友基本上要GG了，对，真的是，唉，真的是不知道怎么发这种傻眼，他是怎样？自己是不可思议吗？还是觉得？我要出局都出局不了，是这个感觉吧？好，anyway，我们回来刚刚的这个，我们也不要说结果论啊干嘛，但是确实这把如果是我在玩这个手牌，你会发现这个牌就完全不同了。如果泰国年轻仔一开始就做了 all in 的这个动作，配合 A7 一定是盖牌。好，那微微接。所以呢，我也就更倒霉，被 two out 之后，然后出局在第3名。可是这个情况，他 open 变成他 all in， 造成 pack 变成翻倍，成为马亮的第2名多。然后我也跌到6BB， 然后 Jerry 剩10BB 左右不动，就是马亮变化有很大的差距。所以我只能说 ，Final Table 一个手牌，每个人决策不同，会影响改变整桌人的命运。好 ，OK， 那这手牌我也马上拿一个3对6BB 就轻松 all in， 然后大盲 K10轻松扣。那我们继续看这把，5，一直跑。原来其实不是跑马的问题，原来是对象的问题啊，是不是？跟这个泰国年轻人跑就跑赢了。哇，有可能是对象问题，跟 Pack 跑不赢，换一个人就可以了。好，那之后马亮又回到就是微微变成又第3名马亮，这个过程大家真的有兴趣看这个直播就会很有感觉啊。还有就是原本的主播的一些转播。好，马上继续来这首，马上又知道了微微 King Jack Suited 11BB 小盲，那大盲是 Jeffrey， 不管他是多还是前，基本上这个短码就轻松 all in 最简单了，对。当然你也可以 limp 让大盲犯错去扣 all in 也可以，但8BB 基本上不会乱推，所以自己 all in 比较单纯。好，那又是一个关键的 flip， 这会影响到谁是第3名，因为基本上这个2个谁输，另外一个人应该要被淘汰，不可能天天过年几个大盲一直翻倍吧。哇，这 so many out。其实刚刚没有so many out，因为有10中赛。如果没有10这把就so many out，但这把没有关系，奥少还是会开。OK， 哇，最后看起来我也是跟这2个人跑比较会赢。好，那 Jeffrey 真的很可惜啊，这场我觉得他没有犯太大的错误，在这场 Final Table 就是非常的中规中矩。但不过就是这样，就是打对打错不代表打对结果就一定很好，打错就结果不好。对，我刚好看到我，刚好这个牌刚刚看到我之前，要讲一下这个当下现场一些小故事好了。好，这个时候啊，我在现场还在打一场，那 Last Chance High Roller。那我上一次在大南现场最后拿 High Roller 冠军，然后这时候 APT 也是这样同个系列最后一场 High Roller 的挑战的机会。这么刚好，我刚好已经在隔壁桌打 HU 休息当中，好来看到这手牌。那一个是我好朋友，另外一个是我老婆，铁定帮老婆加油。那最后就是当然说啊，GG，
但我只会帮我老婆加油，是没办法的事情，好吧？当然开心是老婆赢嘛，对不对？好，那后来呢，我这场比赛就是跟 Danny 单挑，就是超级厉害的亚洲 Top 玩家之一，也是全世界的顶尖高手，也赢了非常多的 Triton 的比赛。那我还跟他单挑非常开心，因为我们也打非常多，在决赛做了很多手牌，然后最后单挑我很幸运就赢下来他，你可以看到这个最后一手关键的一个过程。对，那我压制了他的手牌，最后我们就在这个最后一天的 High Roller 微微打这场比赛之的另外一场，我拿这场比赛的冠军，单日冠军。然后也大概6万多美金，然后又多一个狮子奖杯。我在这边后面我们看到这边等于3个，刚好3场 ABT， 每个系列都从台北岘港到韩国都刚好赢了一场 High Roller 了。OK， 就是一个额外插曲，就比完就马上来看微微来帮微加油到最后的一些手牌。那马量分布来到最后3个人，那2个人不会差太大，然后1个人多一些。其实这时候，当你刚刚还没有4个人变化之前，如果 Chip Leader 打的更多，就是我的方式会更激进的话，会很多情况如果没有撞牌，我就会吃到很多死钱，就会让这个差距不会说中间人并马，然后造成我最后打1、2名会有更多的威胁。那如果是 CL 慢慢把马卷光，说真的会让你更有机会坐而忘义，甚至基本上就是第一机会超高。好，那这手牌Limp Pop 之后，微微这里被对方 check 之后下注，那我觉得也是可以接受的、啊。这个牌要下注要过牌，我觉得不错，因为你发现对手都比较诚实的话，我觉得是可以的，对。好，那继续，好，18Limp， 然后这手马量多的玩家基本上拿2极化的牌去加注，我觉得都打得很好。所以这边我记得他是之前加注吧，他这样是之前加注，那微微18就是不能抵抗，就只能盖牌。记得是17BB， 可能他太常看我玩一些 Final Table， 就是偶尔可能碰我一些手牌，我是刚好可能在家里看到我活到线上，所以有时候看我开的牌会很宽、很2级，或是很夸张。但这个手牌，假如你是在一般的还没到 Final Table， 你在8人桌、9人桌，你的马都蛮多，或是20-30BB， 你在 Button 拿 K7O 要开注是可以的。因为 K7O 在8是很好的手牌，在一般的情况，因为是领先大小马是很多的。那原因是因为第一个大小马也不敢去乱操作你，虽然操作你也好盖，但是很多情况 King 开在这个情况是领先的，但是在决赛桌是不能开的手牌，在这个阶段为什么？因为你是筹码最短的人，3个人是最短的人，记住一件事情，你在决赛桌就是找一把好的机会紧凶。你的筹码很珍贵，不能乱掉，因为你去开注很容易被这2个长马其中一个人去抵抗，或者是有人直接 all in 你，或是给你最大的压力，那你就是浪费筹码。所以你的牌不能开得宽，因为你没有剩下多少筹码可以去玩了。3人桌洗得超快，你只能把握最后这些选牌机会，给对手1击毙命。那你去玩越宽，你就会让自己很容易失误，很容易掉筹码，很容易犯错。所以这个把牌只有你是最多马的人，或是马多的人，你才有资格去玩，在这个阶段。那你如果不是，就是乖乖的等牌。好，那这把我玩了，所以你看，连小盲的 CL J9O 都不放过你，都进来扣了。那 Pet 这边也选择扣。那当然，如果我是这个 CL， 我比较喜欢3B 多一点。好，那这个小盲连 J9O 都扣，我觉得可能他觉得大盲会紧一点，他可能觉得我会很弱，所以跟你打翻牌后，所以你看连对手都给你扣这么宽的情况下，你的范围就不能开得太宽，那你就很难去对付。好，那这把牌反正3人底池。好，那这个 flop 开了一个这个面。好，假如你真的玩了 K7 犯了这个错，但这个爆面要有认知，虽然你现在是双头顺，你要记住这个爆面也很容易 hit 到大小盲的 range， 因为小盲跟大盲的扣牌就是中间跟结构牌嘛。它如果是很大2高张的牌，基本上翻牌前就很多 action， 或是给你更大的一些压力。那这个情况你其实应该要选择过牌去看 free card， 你不能觉得我是有中，或者是我买顺我就要打。你要想的是，你很多情况在button开的范围会是2高张，比如说10J 以上的手牌，或者是 AX 以上、A10 以上的手牌，那你这个爆面根本没有帮助，你下注被 raise 被 all in 就是浪费筹码。但你过牌如果turn掉高张，
turn 掉一些大牌，你还可以去演。但是这把牌你是7，所以你还是要把一些双头顺在这个时候放在 check range 里面，去保护你刚刚讲这些手牌，不要说掉顺你就是输定了，你还是可能有顺子。所以重点是你很容易被攻击，你不容易看到 turn， 所以这边下注是没有，第一个你没有盖牌率的机会是很大的，再第二个你可能要赌上你的性命去看 turn 跟看 river， 如果被对手攻击的话，那微微这边他哇拿了拖拉股大筹码出来，他意思是不盖的嘛，因为这个筹码打那么大，两队秒欧你啊，不然怎样还给你看牌，然后跟住。这就找一个最不会跑赢的人去跑，4次没赢过他1次，这把凶多吉少吧。凶多吉少，那跑不赢他，再跟他再落后再跑赢你先天边的跑不赢，落后天边的跑赢。那这把如果跑赢，就真的局面大改变了。我操！你们这笑点，你们不知道我会看这场直播，我真的是这样，太扯了，赢也跑不赢，输也跑不赢，落后中了又跑不赢，你怎么跟他打？这个全部都在他身上，裁判、球员、牌运、老天都在身上，你怎么跟他打？是不是？这个真的要夸张，超车回来。好，我们看一下筹码变化是微微没改变，不然汉板身份要这个调换。好，我们来看继续。好，这手牌大盲75输题非常漂亮啊，大盲轻松补1 BB 抵抗啊，这个绝对没什么问题啊。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可以看3张。OK， 扣。OK， flop 开顶 2， 这个 flop check 我觉得没什么问题，因为这波面期很多 racer 会持续下注。好，那这个 turn 的 J， 如果对方用跟 river 很多情况就有机会闪得掉，但是对方如果在 turn 上有一些什么情况，我们来讲一下来。你自己想个逻辑哦，对方是 racer， 然后又是 triple leader， 开一个7 highball， 这盘我们来解析一下，这一 turn check race 或是bet， 我觉得都可以，但是 bet 我觉得非常非常不错，bet 的高一点的原因是因为你想个逻辑，八成 CL 他开注，所以他在这 flop 不打的话，有些原因是什么？代表他很多牌可以修down，或是极大的手牌。那极大手牌我不管 ，AAKK 圈圈注定这把牌会打光。但是我们要想的是，他的可以修down牌有哪一些 ？Ace King、Ace Queen， 甚至 A10、A9、A8， 那这些手牌。假如他3张不打的话 ，turn 大概率也不会打。好，那他3张会打什么牌？会打很多不能修down的牌，例如说会打一些 two over card、8、9、My God Shot、90后门顺，甚至还有可能2张颜色后门花、90黑桃、90爱心，或者是很多中间的 JX、J9、J10或者 Q High 这些比较不能修down的牌，他比较希望在3张打盖掉对微微的可能，甚至 King High。或者比他好的 Q High， 刚刚讲那些手牌，对方的范围其实我觉得还蛮明显的。好，那微微这个 turn 上掉了这样针，我觉得跳出来打是非常非常不错，而且他打一个底池将近快半趴多，我觉得我还蛮喜欢的，我觉得很不错。那当然你有些想要 check raise 也可以，那 check raise 我觉得如果 turn 是掉 Q 以上的高牌，那 check 会频率更高，因为对方更有可能会下注，他可能会补到一些比较有关联的牌。那当然，对方这里只要中了正以上手牌，你就不用管了，这把注定会打光，而且很难被超车。后门花很多情况，对方可能 turn 会 all in 你，所以打 turn 我觉得好处是长期还蛮多的。好，那这一打对方是选择跟注，其实这个对方跟注，我比较喜欢对方在 turn 时 all in。如果我是他，对，那当然你会说，他跳出来打会有 J， 我觉得没有每次跳出来打都有 J 或2对或是大牌啦。那这个 A 是输体，其实在这 turn 超强的，他的后门花很隐蔽，很多人不见得觉得是做才 all in。那这边可能会有，例如说对方可能有很多 J 啊 ，AJ 也可以修down在 flop check 啊。turn 中 J 啊，或是一些对方就是埋伏一些手牌，想要保护一些 equity， 我觉得这 turn all in 也可以给对方可能微微如果是什么5-1对、2-1对，甚至只有7-1对，确实都很痛苦。
对，那就算你扣对，对方有很多的买牌 river 会超成你，扣错你就出局了。所以这边我蛮喜欢是 turn 应该 seal 要给对方更大压力。那当然这里你要扣，然后 river 看掉什么牌再转投机，这也是一个想法，也没有问题。就是你必须非常解读微微是什么类型玩家，他可能觉得微微超级诚实吧，就永远不会投机。那当然如果对方永远不会投机，只有这以上会这样打，当然也是跟最安全，看看 river 掉什么。好，那 river 掉一张 queen， 基本上影响不大，你只输后门花。那很多情况其实 flop 对方太多的后门花 turn flop 会 C 倍，尤其是这种 A4 A3，他现在选择 check 这边就是真的少低频率会发生的状况，所以这个后门花真的很隐秘，你也很难看得出来。但这张 Q 我还蛮喜欢 river 可以考虑 check 给对方 bluff。对，那直接 all in 的话，我觉得如果是掉 J 以下的手牌，直接 all in 是最漂亮，因为对方比较不会去投机你。但事实如果是往上开 QKA 这些手牌，我觉得river 有时候 check 给对方 bluff 抓投机也很好。那当然这个直接 all in， 我觉得也不是个问题，也是不错的。这个就真的是没办法。对啊，我觉得这把牌最后打得很不错啦，对，很不错。那就是撞牌。只是细节度来讲 ，river 到底有时候不要 check 给对方其他的牌转投机，这是可以去思考的，因为对方还是有一些不同的牌嘛，我们不能照我们的方式打，对方不见得照我们的方式打，搞到对方可能3张真的 check 一些中间左右的手牌，然后看买顺，如果没买到就转投机，也都有可能，或是对方可能中任何一对，觉得掉2高张，你示弱，可能他觉得5一对或什么一对不会赢 river 转投机，这是都有可能。好，反正这场最后就是微微获得第3名，也是他生涯奖金最高一次6万多美金，那我们就恭喜他。那最后呢，大家想看这个结局就自己去看 APT 的官方链接。尽我这一生讲过微微最多不好的时候，在这边跟大家一起分享，好不好？希望下次还有机会可以看到我在讲他的手牌。OK， 希望你们会喜欢。开心的首尔，这是我们第2次来，去年也在大概10月的时候有来一次首尔，然后也是来这个 Paradise City 住得很开心，拜拜。最后的豪哥赛挑战赛，我们拿了冠军，就跟越南一样，最后一场的这个挑战海螺也是冠军，等于算是一个 back to back， 所以整个系列非常非常幸运。更开心的是，出国比赛那么多次，可以认识到全世界各个不同国家的朋友们。尤其是跟香港朋友们更多的一些交集啊，更多一些讨论啊，不管在牌技上的进步，还是在友情上面都越来越好。也让大家分享多手牌，记得可以看这些影片。那我是 Nathan， 记得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拜拜。下一集我们将继续分享1周澳门现金桌挑战，来到第4天，前3天顺利3连胜，今天第4天没想到真的下桌第一手就 GG， 能否从深水下追回？继续看下去。我以前打电竞选手不开玩笑的，这种射击对我来讲都是一样概念的。你看一下这个场景，玩了5次全部都中，最大的900分，不可思议，都有中。来，单挑一下射击，玩这个呢，基本上你只要抓他诀窍，就一直射，就能等到他讲的，可以帮小朋友都要讲的。有没有好开心？谢谢爸爸。